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吞下一大把，就是那些为了提神啊、为了健康的保健食品，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养生，对吧？大家都这样觉得了，这简直是现代人的一种神圣仪式了嘛。对啊，你想想看，走进厨房，桌上可能一字排开，全是各种维他命、鱼油什么的。但奇怪的是，我们吞了这么多，到底为什么还是常常觉得好累，小毛病还是不断？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违背直觉的现代健康悖论。我们总觉得身体好像缺乏什么，所以就拼命往里面塞东西。但今天我们要深度探讨的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对，这让我想到古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让食物成为你的药，人体的本能是最好的医生。”哇，人体的本能是最好的医生，这句话听起来是很浪漫啦。但在我们现在这个你知道高度依赖医学科技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早就把这位内在神医给遗忘了？确实是这样。资料里提到一个蛮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里本来就住着一位全世界最懂你的医生，那你为什么还会一直生病或觉得累？对啊，为什么？他罢工了吗？其实是被你塞进体内的各种难以消化的合成营养素给堵死了，或者说，他光是处理这些东西就已经累到睡着了。我们现在这种保养逻辑，在生物学上往往是本末倒置的。等一下，这我一定要反驳一下。维他命跟营养补充品不就是为了给身体提供能量吗？为什么你会说他们反而把内在神医给累死了？这是个好问题。这在医学上，我们可以从一个叫做首度效应的概念来解释。首度效应，那是过海关的意思吗？没错，没错，就是过海关。你可以把我们的肝脏想象成身体的海关。当你吞下传统的那些保健品，这些物质经过胃酸摧残之后进入肠道，接着第一站就是被送到肝脏进行审查跟代谢。那些大分子的人工营养素不但很容易被海关拦截，直接过滤到一大半，它还会大幅增加你脾胃跟肝脏运作的压力。哦，所以我的身体不但没有直接吸收到那些很贵的营养，反而还得强迫自己加班去处理这些复杂的物质。完全正确。你想想，吃完大餐之后，是不是通常会很想睡觉？超想睡的啊，就是所谓的食物昏迷嘛。对，因为消化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度耗能的生理工程。你给身体额外的消化负担，多余的物质堆积在体内没办法代谢，你的内在神医光是清理这些废弃物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哪还有力气去帮你修复受损的细胞？原来如此，这就像是一台顶级跑车，我们以为只要一直加最高级的汽油进去，车子就会跑得很快。这个比喻很好。但如果它的排气管早就塞住了，引擎也积碳了，这时候你继续猛灌汽油，不但没有用，反而还会把引擎给淹死吧？我们得先清空那些废物才行。没错，这个跑车的比喻非常精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解析的这一套名为原活素0到6养生密码的框架中最核心的第一步概念。就是先从零开始，对吧？对，就是零负担的觉醒。在唤醒你身体的保护力之前，我们得先停止制造负担，也就是把环境归零。那在食物中这归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指叫我们断食吗？还是说完全都不要吃保养品了？不是叫你不吃，在这套控架里，归零指的是你提供给身体的营养必须具备极致的纯净度。资料里列出了几个很严格的标准。有哪些标准？首先是绝对的零农药跟零重金属残留，这是直接隔绝环境的毒素。再来是零动物成分。全素的？对，采用100%全素。这不仅对地球友善，其实也大幅降低了人体在处理动物性蛋白质时可能会产生的发炎反应。但最关键的一点是零消耗耗能。等等，零消耗耗能，只要是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完全不需要消化？这不符合生理学吧？这就是这套科学机制的巧妙之处了。它运用了一种叫做体外预先发酵的技术。体外发酵？对，简单来说，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已经帮你把复杂的营养素分解成了极致的小分子，
所以东西进到身体里的时候，你几乎不需要消耗自身的能量去消化它，就能直接吸收了。哇，等于是把消化这个很耗能量的过程直接外包给实验室就对了。没错，所以自然就不会造成任何多余的堆积了。那既然引擎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到底该加什么样的干净燃料进去？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一直看到后生元这个词，后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啊？跟我们平常吃的益生菌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概念超级重要，我们来拆解一下。大家都听过益生菌，对吧？对啊，每天都在吃。益生菌呢，就像是你肠道工厂里面的好员工。那另外一个常听到的益生词，像是膳食纤维。哦，就像是给这些员工吃的便当。没错。那后生元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些好员工吃完便当之后，真正在你体内制造出来的黄金产物，比方说短链脂肪酸啦，或者是抗氧化物质等等。我懂了，所以我们以前吃益生菌，是满心期待这些好员工能在我们肚子里好好工作，然后慢慢产出有益的物质。对。但后生元的概念是直接把他们做好的黄金产物送进身体里，连那个等待消化的时间都省了。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套原活素框架提到，他们利用了台湾独特气候孕育出来的强韧本草植物当做基底。哇，台湾在地的植物诶。对，这就是密码1的衣食补。他们利用驯化过的人体真菌，在体外进行深度的发酵，这等于是在体内的无菌环境中，直接为你提炼出最珍贵的后生元精微营养。等一下，如果这些营养分子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避开肝脏海关的那个首度效应，还要减轻肠胃的消化负担，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吞下肚啊。没错。不吞的话，难道是用贴片吗？还是打针？我们到底该怎么把它送进身体里？这是它突破传统的地方了。解答就是微生态高通透吸收。听起来好专业。其实就是透过黏膜跟肌肤的微血管直接吸收啦。为此，他们设计了密码2的2瓶装，这是2种很生活化的载体。是哪2种？一个是喷瓶，另一个是滚珠瓶。用喷的跟用滚的，这听起来蛮颠覆的诶。但我必须扮演一下怀疑论者哦。我能理解避开胃酸是对的，可是单纯在脖子上滚一滚，或者在嘴巴里喷2下，真的有办法取代那些高剂量的综合维他命吗？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啦。我们从生物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好了。首先，我们讲喷瓶，它是针对口腔舌下黏膜设计的。舌下？对，你试着用舌头舔一下舌下，那里的皮肤是不是非常薄？蛮薄的，而且好像有很多血管。没错，那里布满了极度密集的微血管。当液态的极小分子后生元喷在舌下的时候，它能够在几秒钟之内穿透黏膜，直接进入全身的微循环系统。哇！这在医学上被称为舌下吸收，这可是一条不用经过消化系统的 VIP 快速通道哦。我想起来了，电影里不是常演很多急救的药物，像是心绞痛的舌下定，也是直接放在舌头底下的。没错，因为这样见效最快，原来是这个原理啊。那滚珠瓶用在皮肤上呢？滚珠瓶则是针对体表的经络跟筋膜。这就带出了资料里提到的密码3，也就是3层生理防护罩的概念。3层防护罩？对，当你把精华滚在肌肤上的时候，最外层它会帮你的皮肤建立一层弱酸性的微生态屏障。保护皮肤。接着是中层，精华里的短链脂肪酸会渗透进去皮下组织，这对于舒缓肌肉跟筋膜的物理性紧绷其实非常有效。所以它不仅仅是表皮的滋润而已，还能放松到底下的肌肉跟筋膜。是的，那最内层呢，就是你刚刚质疑到底能不能取代维他命的关键了。对啊，到底行不行？这些后生元精华里面含有游离氨基酸，还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B3 NAD+ 前体。NAD+ 前体，这听起来很像某种生化武器耶。它对细胞有什么作用啊？我们用白话文来解释好了。你可以把 NAD+ 想象成是你细胞发电厂里面的火星塞。火星塞提供动力的。对，我们年轻的时候，细胞里有满满的 NAD+，所以每天精力充沛嘛。但随着年纪增长，压力变大，火星塞开始老化了，
细胞的发电效率就会变差。难怪每天都觉得累。没错，这套系统就是直接提供 NAD+ 的前提，也就是制造火星塞的原料。哦，给原料让身体自己造。对，让细胞能够恢复自主产生能量的能力。哇，从最外层的皮肤微生物屏障，到中层的肌肉筋膜放松，再深入到细胞层级去修复发电厂，这个逻辑真的很完整诶。是的，是不是很厉害？真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它这么有效，我一天到底该喷多少、滚多少？这套原活素有没有像传统维他命那样规定我说一天2次，每次3下这种标准？这就是这套自然养生框架最迷人的地方了。传统保健品那种固定剂量的思维，其实是非常工业化的。就好像每个人都是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一样。没错啊，但你的身体不是机器嘛？你昨天的压力程度跟今天的疲劳程度绝对不一样啊。因此啊，密码4提倡的就是4阶梯用量，它是一个顺应需求的动态用量。动态用量，意思是我们要学会自己抓感觉吗？对，资料中建议了一个4阶梯的用法。平常一般的日子，你可能只需要3ml 作为基础养生。那如果你最近刚生完病，或者连续熬夜加班，就可以拉高到5ml 来进阶维护。那如果很不舒服的时候呢？如果身体出现长期的紧绷或是酸痛，就用到10ml 来深层舒缓。那如果是像自律神经失调那种高度压力的状态，甚至可以提高到30ml 来帮助身心做一个积极的平衡。而且这些用量是涂抹、喷用跟饮用的总和哦。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不把身体当机器的概念，这又让我想到刚刚那个跑车的比喻了。哎，怎么说？你开车不会每天都把油门踩到底吗？有时候我们只是在市区顺顺的开，有时候需要上高速公路才加速。保养真的不是一味的补又好，一直踩油门，引擎迟早会烧坏的。哇，你完全抓到了这套哲学的精髓。这套框架背后的密码5，其实深度融合了东方道家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也就是所谓的5循环。五行金木水火土吗？对，他们强调一个核心观念：保养不是一味的补，而是顺应生命力的推动与制约。推动与制约，听起来有点玄妙诶，这跟现代生物学有什么关联吗？其实一点都不玄呐、五行对应的正是我们真实的生理机制。在这套框架里，金水木火土被转化成了5个字：清、润、化、补、调。清润化补调，那这分别代表什么？清对应的是金，代表促进新陈代谢，清除细胞废物。就是打扫干净。对，那润对应水，是滋润并修复全身的黏膜跟肌肤屏障。化对应木，意思是调节生理机能，让体内的化学反应能够顺畅。接着补对应火，这才是给予营养建材，去维持细胞活力。最后调对应土，指的是稳定中枢神经感官，让身心平静下来。这真的太有意思了，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比方说金克木，对应到身体上就是用强健的代谢系统，也就是金，来避免废物质过度堆积，影响生理运作嘛。没错，那水克火，就是用充足的滋润来平复体内的过度发炎或燥热喽。完全正确。这就像是在帮我们的身体调音，哪根弦太紧了，我们就帮它松一点；哪根弦太松了，就稍微调紧一点。真的耶。那既然这些观念都通了，我们总得落地实践嘛。在每天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该怎么进行这场身体调音呢？框架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密码6，提出了一个针对全身6个感官枢纽的靶向养生仪式。但在讲具体步骤之前，这份资料里有一句非常动人的指导语。哦，写了什么？他说，操作这一切的前提是带着爱与温柔触碰自己。带着爱与温柔触碰自己。哇，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有点惭愧耶。怎么说？因为我们平常对待身体的方式其实蛮粗暴的。如果肩膀酸痛，我们通常就是死命的去揉它、去捏它，甚至有点像在处罚那个酸痛的部位，心里还会想着你怎么又痛了，快点给我好起来。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对待身体的一种惯性态度，
把不舒服当成需要被消灭的敌人。但科学已经证明了，温柔的触碰才能唤醒迷走神经，去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啊，就是负责放松的那个神经吗？没错，这会让你的微血管自然舒展，心跳放慢。只有在这种真正放松的状态下，精微营养才能最深层地进入微循环里。如果你用力过猛，反而会引发肌肉防御性的紧绷。哇，所以这不只是心灵鸡汤哎，是有实质的生理学依据的。对啊，那我们具体该怎么进行这6个靶向的仪式？整个过程其实非常行云流水。首先是针对头部的眼、耳、鼻，你可以拿着滚珠瓶，记得瓶身要稍微高于滚珠，利用地心引力让精华自然释放。不用硬挤。对，轻柔地划过眉骨上方跟眼周，去舒缓盯了一整天荧幕的视觉疲劳。接着是耳朵，均匀涂抹在耳廓的内外侧。精虫，你轻柔的揉按耳朵，其实能带动全身性的筋膜放松。然后是鼻子，涂在鼻孔内侧跟鼻翼，轻轻揉一下，帮助呼吸道建立第一道屏障。听起来好舒服哦。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VIP 快速通道口腔舌下，具体该怎么操作？这里有一个黄金3步骤：喷洒、混合、吸收。好，怎么做？刷完牙之后，用喷瓶在舌下喷5下，但别急着吞哦，先让精华跟你的唾液充分混合，在嘴巴里含一下。你可以用牙刷轻轻把它刷进牙龈的接缝处。哦，连牙龈也照顾到了。对，最后保持5到15分钟，不要喝水，也不要吃东西，让黏膜把营养全部吃干净。另外，也可以兑入3倍的优质饮水，慢慢吞咽，这能帮消化道建立微生物保护膜。这个设计超级适合睡觉前做的诶。那除了头部跟口腔，身体其他部位呢？身体的保养在原活术里叫做活络疏通。你可以把喷雾喷在手心上，然后想象自己的双手就像流动的水一样，带着感谢的心情轻拍身体的几个关键枢纽。哪些枢纽？比如用左手拍右边的颈部、腋下、肝脾区、属脐部，还有膝盖后侧，然后换手拍。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淋巴跟微血管最密集的区域。大家现在真的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结束忙碌的一天之后，我们不再是焦虑的吞2颗化学药丸，然后到头就睡，而是花个短短几分钟，带着爱与温柔，从眼睛的舒缓、呼吸的清新，到舌下的深度滋养，最后轻拍全身的枢纽。这哪里只是在保养，这根本是一场每天与自己身体深度对话的进行仪式啊！我完全同意，这就完美回扣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希波克拉底的那句名言：你的身体本身就具备着完美的自愈能力，我们真的不需要一直向外去寻找什么神奇的灵丹药药。对，真的不用向外求，只要给身体一个零负担的纯净环境，提供能够直接进入细胞的精微营养，生命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回到动态平衡的状态。没错，你的内在神医一直都在，我们只是给他最顶级的修粗材料，并且帮他把战场上的那些废弃物清理干净而已。今天这趟探索真的让人对健康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定义。是。不过在我们今天的深度讨论结束前，我想根据这套框架的逻辑，提出一个稍微延伸的反思，让大家今晚可以思考一下。是什么样的反思？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身体在给予一个零负担的物理环境以及正确的后生元营养之后，就能够奇迹式的自我调教、恢复平衡，那么我们对待心理健康的方式是不是也该如此呢？心理健康的零负担。对啊，我们现代人面对压力，是不是也常常试图用更多的外在刺激，像是狂刷手机、无意义的社交，或者是过度消费，来帮自己补充快乐？哇，真的耶，越刷手机其实觉得越空虚越累。没错，所以或许我们的大脑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更多的补，而是一个零负担的清净环境。停止塞入多余的资讯垃圾，让心灵的自愈力有机会自己醒过来。哇，这个观点真的太震撼了！我们不仅在身体上过度塞满的废物，在心灵上居然也是。或许真正的健康，无论是身还是心，都是从归零开始的。确实是这样。
今晚入睡前，大家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温柔的触痛，好好感谢那个默默支持你的内在神医。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能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启发。我们下次见喽！